我真的一帧一帧数了，程毅到底有没有132种眼神？132。网上有个说法，说程毅在莲花楼里一共演出了132种不同的眼神。132种，不是130，不是140，是不多不少，整整132种。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数是什么反应？我跟你说我的反应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第一个念头不是哇好厉害，而是这数谁数的？你想想看啊，一个这么精确的整数，它不太像一个观众自然数出来的结果。观众数出来的数一般是哎呀好多好多种，数都数不过来。能精确到132，这背后，这里有个点容易被忽略，我先把它放一放，待会儿专门讲。今天这期我不打算吹，也不打算泼冷水，我想干一件特别笨、特别费劲的事，我自己去数一遍。对，逐帧 ，frame by frame， 一帧一帧的过。我想验证一下，这个132到底是真有这么回事，还是宣传期顺手凑出来的一个好听的整数？你猜怎么着？我数完之后的结论可能跟你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验证一个数，你首先得定义你到底在数什么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层。所有人都在传132种，但几乎没人说清楚一种眼神标准是什么？是眼睛睁多大算一种吗？那也太草率了。我自己定了个标准，你们可以不同意，评论区随时指正啊。我没拿到任何官方的统计口径，这套分类是我自己拍脑袋定的，这个我得先讲明白。我的标准是3个维度叠加。第一，情绪类型，是悲，是喜，是怒，是隐忍，是释然，还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状态。第二，强度，同样是悲，是眼眶微微一红，还是泪在打转就是不掉，这是2种。第三，视线方向和聚焦，是直视对方，是飘忽，是放空，还是那种看着你但其实没在看你的眼神。3个维度任意一个变了，我就算它一种。为什么莲花楼特别适合干这件事？这里得说个背景啊，对，我得先把这个角色讲清楚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李莲花这个人物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是2段人生。年轻时候是李相夷，意气风发，锋芒毕露，眼里有光那种，后来是李莲花，看淡了，藏起来了，眼神是收着的，是温的，是带着点疲惫的释然。你发现没有，这俩是同一张脸，但得用眼睛演出2个灵魂，这就给眼神戏留出了一个巨大的天然的空间。这不是炫技，说白了，这是这个角色本身的难度，逼着你必须用眼神去做文章。换谁来接这个角色，都得在眼睛上下死功夫，不然这俩人立不住。行，标准定好了，角色背景也铺垫完了。接着说，咱们进入第2层，真正动手术。我建议你做一件事，挑一个李莲花情绪最克制的镜头，自己放慢了看一遍。我自己这么试的时候，最大的感受是，正常速度看，你只会觉得他这里很克制，可一旦放慢，你的注意力会被逼到眼睛上，你会开始看见那些平时一闪而过的东西，视线的细微移动，眼神往里收的那个瞬间，还有那种脸上平静，眼底却压着东西的层次。get 到了吗？这就是用眼睛演戏，不靠台词，不靠大表情，光靠眼神就把一段心理活动递给你。具体是哪几个微动作，各自传递什么，这个你得对着画面自己感受，我不替你下定论，因为不同的人放慢了看，数出来的层次可能真不一样。说实话，我自己倒回去看的时候是看了好几遍的。因为第1遍你不会意识到，那个克制是由多少个微小的眼神变化堆出来的。这种东西，演员未必是一帧一帧算计好的，很可能是进到角色里之后自然流出来的，但能流出来，本身就是功力。再看李相夷时期，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眼神。那里的眼睛是往外打的，是带锋芒的，是我看你，而不是我让你看我。同样是程毅这双眼睛，在李相夷这儿像一把出鞘的剑，在李莲花那儿像收进鞘里，还带着锈的旧剑。这一步其实是很长远的表演布局，它不只是在演2个角色，
他是在演一个人是怎么从那把剑变成这把剑的。眼神就是那条变化的线索。火候刚刚好，食材好，厨子也好，这道菜才越品越有味。好，假设你照我说的挑几个场景认真分了，你大概也感觉到了，严格按那3个维度去分，一场重头戏里就能分出好几种来。那个132到底靠不靠谱？这就是第3层，也是最多人想问的。我跟你讲实话啊，我没有把全剧每一帧都数完，这工程量太恐怖了，我做不到，这点我得诚实。我是抽样的，挑了情绪最密集的那几场重头戏认真分类，所以我接下来说的是个抽样印象，不是精确统计，这个数据我得保留意见。那132这个整数呢？我个人的判断是，这种精确到个位的整数，大概率是宣传期为了好传播凑出来的。这是我的推测啊，不是定论，我也没拿到第一手资料证明它怎么来的。但有一点我想讲清楚，就算它真是凑的，这也是宣传方的操作手法，是行业里太常见的包装方式，这跟程毅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演员管不着别人怎么给他做营销。可是重点来了，你以为我说这话是要拆台？恰恰相反，我抽样数下来发现一件事，就算把132这个具体数字放一边，光看我认真归类的那几场戏，能清晰区分的眼神状态就已经多到让我自己都有点意外。换句话说，营销也许把数字凑成了一个好听的整数，但它包装的那个内核，这个人能用眼神演出极其丰富的层次，是真实存在的，是经得起一帧一帧抠的。能让一个数字营销立得住，这么多人去逐帧验证还没翻车，反过来恰恰说明底子是真的硬。说真的，做这期之前我还半信半疑，自己数完之后那点怀疑就没了。最后一层，咱们往大了聊一句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，为什么是他被传132种眼神，而不是别人？一个演员要被观众愿意拿去一帧一帧地数，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待遇了。观众不会去逐帧抠一个让他们无感的表演，会被这样细看，被这样较真的统计，说明他的眼睛里确实有东西，值得人停下来，倒回去，放慢了看。这种被细看的待遇，我觉得本身就是演技的一枚勋章。所以这个数字游戏玩到最后，真正的赢家不是营销，是表演本身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程毅到底有没有132种眼神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这个具体的数字大概率是凑的，我承认。但他能用眼神演出上百种层次这件事，我看完是信的。数字是几？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真的在用眼睛演戏，而且演到了让人想一帧一帧去数的程度。懂行的人看一眼就懂。这期就到这儿，我留个小作业，你去把莲花楼里你印象最深的那个眼神镜头放慢了再看一遍，看完回来评论区告诉我你数出了几层。我赌你会比正常速度看，多看出至少3层东西来。咱们评论区见。